大家好，我是 Vivi。这支影片要来教导大家呢，果岭边的短杆。如果有在下场，都会发现下场的时候，其实你们花最多杆数的地方都在果岭边。原因是因为它必须要精准，又要控制距离，然后又要上在指定的地区，容易在这边是多花很多杆数的。如果想要降杆数的话，这一集你可以多看，而且可以把它留下来。因为其实，在短杆这方面，它需要用到的是2支球杆嘛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通常用的都是52度、56度，或者是它从50度一直到60度都是有的。那你要怎么去挑选？其实大家就记得说，都是跳4度再挑，会是比较刚好的，不要挑到太大的度数，因为你在使用上啊，或者是你在可能处理技巧方面，你会觉得落差有点太大。所以记得都是以4度为一个单位去做挑选球杆的搭配。那还有记得，它们都是像双胞胎的形式。就是你今天换了一个品牌，那另外一支尽量就要跟着去做，就要同步去换就对了，因为尽可能是一样系列、一样球杆，因为你打起来的手感才会一样。因为你都是一样的情况下，你改变的只是角度嘛，所以记得球杆要这样去做搭配。那今天的课程重点有3个，一个是基本的切球的动作，然后有果岭边的切滚球，还有比较属于高抛球。那我们现在讲解基本的切球，在挑选球杆上啊。如果说你今天面对的果岭下场都是偏快的，那其实你今天使用的都是56度或58度偏多，因为就算你拿大角度，你遇到大的比较快速的果岭，其实落点进到果岭之后，它的滚动还是比较快嘛，所以拿大角度去做抛球，那让它缓冲一点落下来，然后再面对比较快的果岭，你才不会觉得你整场的球落在果岭上好像都一直在滚动，你会比较没有办法掌控。所以你要先知道是我今天下场的果岭是偏快还是慢。那如果说今天的果岭比较大，那你就可以使用50度或52度，让它尾端带一点滚动。所以今天下场你会使用到哪一支球杆？其实一开始的果岭速度跟果岭的大小，你就会已经决定差不多都是那一支了。但还是要记得是到果岭边的时候，你拿着切杆还是尽可能是2支一起带着，然后到现场再来做决定，你到底使用的是哪一支，这是会比较好的。那我们今天先拿56度来示范给大家看。OK， 我们先讲基础的切球哦。基础的切球啊，很多时候因为大家都学7号杆开始，所以7号都是站宽的。那其实短杆啊，第一个你的脚一定要站窄。站窄的原因是你面对任何坡度，还有你做比较小动作的挥杆的这个动作，你会比较协调。你可以自己去试试看。如果你站宽，你要去做小幅度，其实你的动作会很容易觉得卡卡的。所以站窄，让你的整个身体是变比较小的圆筒形，而不是像大的圆筒形。脚站窄之后，你做小幅度的摆荡，因为动作比较细腻的情况下，你的站姿、你的身体的灵活度都是要提升的嘛，所以不要站得太宽，让你的下半身已经先卡死了。而且如果说你站宽，你遇到坡度，那你的身体起伏、倾斜度也会比较大，所以站窄一定要先站窄。那这时候呢，要切记我们在切球的时候，上杆的动作比较不会往后拉，都是以比较垂直、直上、直下的动作再去做带动。因为幅度很小，所以身体的旋转没有非常的大，都是以肩膀为主。这个动作，那你们会去看到哦，我的手、我的胸、我的球杆，几乎都是一起在带动的。这个是属于比较基础的切球，你们应该会有看到朋友啊，或是比较初学者的朋友一起下场。你都会觉得他一切，然后球就会滚很远。原因是因为他们其实也是想把球打高，尽量的不要动到你们的手腕。手腕一动，其实会看到有一个球加速，甚至平滚球的动作。所以常常可能你刚开始练球，或是你看到你的朋友，你只能跟他讲说手腕不要动，或者说不要用手腕打球。其实，在切球的动作过程中，手腕是可以带动的，手腕可以屈，可以回正。什么地方不能动呢？不可以做到这个。甩手腕的动作，这个在切杆里面是比较大忌的动作，尽可能我们都不要去做到这个动作。屈弯起来回正这一段而已，这个是可以用手腕的部分，记得这个是不能做使用的。所以整个切球的动作是很平稳的，顺着我们的身体带动。那高尔夫的动作里啊，
动作越小，我们的身体越要去辅助，我的动作会相对的稳定。来起来。这样你就发现球就很好，就带过去了。这样，而且会发现啊，因为其实我们用的是几度，大家还记得吗？我们用的是56度，所以你正常的下放，你用56度的角度，它就会抬得起来，所以不用担心你的球飞不高。OK， 那刚刚示范就是基础啦，那再来就是大家下场其实很容易面对害怕，就是像这种，看一下这种，我们要飞过一个沙坑或是飞过一个障碍的这种，大家会是比较容易用力啊，或者是很容易就真的又进去这个障碍区里面。所以我想要来告诉大家一下，这样的距离在打，或者是要怎么样克服掉心理的障碍。好，一开始。我们一定会去先了解我大概上果岭会几码。那其实大家在下场的时候，这样的位置在打球啊，因为我们的球位比较低，旗子的位置通常都比较高，所以我们会不明白说我到底进去旗子还要多远，所以你永远都会觉得腹地感觉会很小。但目前这样 Vivi 在看啊，腹地应该是蛮小的。但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在下场的时候，还是要往前走。我们先去走一下，到底进去的腹地有多少？从现在开始算码数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大概上来的位置是20码。那加上上坡呢，我们可以打在25码左右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腹地。上来进来还有这一块，所以它并不是沙子就直接到果岭。看有一块腹地，进来之后有个坡，进来是面对一个小小下坡的一个果岭，所以你的腹地在这一块，后面还是有腹地的。所以这时候你上来看过之后，你的心里就会比较确定说，哦，我还有多少要打，所以你就不用用猜的，或者是说会打一个很大力，会过头什么的。所以建议大家在果岭附近啊，还是去走起来看一下你等一下要打的位置。好的，那刚刚我们算过了嘛，大概是25码，所以我这时候走回来就会想说，哦，我现在要拿什么球杆？我手上有52、56度，那我一样会选择56度去做攻击。好像 Vivi 面对这种比较需要高抛的位置，然后要加上差不多25码的距离，因为它距离不小嘛，所以它有一个好处，我们的动作可以做原本设定再大一点。然后整体节奏慢一些，记得做大，你的心里会比较比较有安全感。那做慢，球的整个抛高度还有落球滞空点，球会是比较属于柔软的，所以它上了果岭之后呢，它会比较容易停球。所以做大做慢会是首要关键，这时候要记住喽，做大做慢，好吗？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做大做慢，因为通常我上到这个位置已经可以打50了，所以这个位置我要打25，相对的我整个身体带动的动作，整体节奏要非常慢，让我的球杆通过是属于慢的。示范个几颗。大家发现哦，我的节奏很慢，动作很大。
OK，那刚刚大家也看了，其实略过沙坑或略过水池，或是略过你要的障碍，就是尽可能高度要先加码数，所以你要先算码数加码数，然后选择相对应你想打高的球杆，然后大量去练习，一定会成功的。那你一定要让你的肌肉去做到很熟悉短杆的动作，因为其实大家下场的时候就觉得短杆很难，但是换个方式，你短杆在这边下的苦功多不多？我相信应该是大家下的苦功都不够多，因为这个蛮吃手感的。他要的不是爆发力，他要的不是力量，也不是肌肉的那种瞬间，肌肉的那种记忆，他要的是很技巧性的肌肉带动的动作。所以从刚刚的基础到刚刚的高抛，那现在要来讲的是果岭边的切滚球，那这也是最常用的，就是你果岭边要进来，如果你不知道要打高打低，其实切滚是最好用的。因为切滚它有一个好处就是，你只要切进去之后，让它尾巴尽可能去滚动，去接近你的旗子就好了。那我也希望说，大家看完今天的影片，在下一次下场的时候去记录一下，不可以每一次遇到果岭都是一个切杆上果岭就好了，尽可能不要是2切或是3切。然后不管你离旗子多远，尽可能就是一次的切杆。那也希望你们的成绩也可以进步。好，我们来示范一下那个切滚球。OK， 我们看一下环境哦。对对对，你看哦，我从我的球进来到果岭这一段其实很短，算一下码数，1、2，2步就可以进来的状态内。进来之后，不管这3只旗子哪一个是我的洞，我进来就是可以推杆了。所以你要记得是你切进来之后，那它就在滚动。所以如果你想打切滚球，尽可能就是选择52度嘛。那切进来之后，好，如果是这一只旗子，我的落点区就会在这里，尾巴让它做滚动。如果是后面那只旗子，我的落点可能就会再更近一点点。那相对的，如果是后面呢，我可能落点就会到一半，所以你尽可能都要留一半让自己去做滚动，因为我们要的是滚在旗子附近，而不是滚超过，或是一个切就超过了。所以当然这么短怎么切，动作也会跟原本的不太一样。那示范一下给大家看，这时候我选择的是52度。好，脚一样帮我站窄，球位一样放中间。那我们在摆球的时候呢，不会摆得太右，也不会摆得太左，尽可能以中间为主，因为整个弧线在切的最低点是在中间，大家要记得这件事情。好，这时候我们拿52度，杆面可以微微的盖起来。我们的原本这是我52度的角度，尽可能把我的杆面盖一点起来，盖一点起来，这样子，这是原本的，盖一点起来。我的动作上来微曲，这个角度顺着我的肩膀卡着带过去，所以整个在切滚球的动作，我的这个角度它是固定的。再看一次哦，曲起来，肩膀带过去，原本是摆正的，上来曲。带过去，这就是切滚球的动作，然后整个下盘都没有乱动，所以带动的动作是以肩膀，然后重心一开始就可以放左边。如果你感受不到重心的，你可以用单只脚来站立，去做这个动作。左脚去做到支撑，因为如果你一点点把重心往右，我的球就会球杆面就会变这样起飞的角度打到。那起飞的角度打到削到这颗球，那它基本就是滚出去的，它就不会是切下去的。所以打切滚球看似简单，但它相对的重点也很多。重心放左边，上来要微曲腕，下来手腕角度不动，把它带过去，让你原本盖着的杆面是挤压过来打到这个球的，这样它的切滚才是最完整的。大家就会很明显发现，它落点进去之后都是滚动的。
重心很明显的都会在我的左脚，带点曲腕，放。OK， 那这就是以上3个切杆的重点啦。那希望你们可以透过影片，然后学习到更多高尔夫球的技巧。那相对的，这些都是需要你去练习，不是看看影片哦，看了理解了懂了你就会了，这太难了。因为光是 Vivi 自己在果岭上去下的苦功是非常非常多的，包括刚刚在切球，其实我会觉得哇，我其实1个多月没有好好练球了，所以刚刚光是在拍片的手感就有点生疏，所以我中间也练了很多，然后才拍成完成这支影片。那也希望你们可以透过这个影片，高尔夫球的技巧可以提升，杆数可以下降。那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那下次的影片见喽，拜拜。